不得不承认，如今的 DIY 市场可谓是水深火热。从显卡的一片难求，再到其他配件的悉数涨价，玩家们想要组装一台可畅玩游戏的电脑 PC， 可真是太难了。然而，更多聪明的玩家可不愿意趟到这趟浑水当中，所以才会选择购买游戏主机来延续自己的游戏体验。可对于一些新玩家来说，游戏主机并没有 PC 熟悉，也不能将 Steam 库转移，更何况一张主机游戏光盘或者卡带，甚至要花上数百元的成本。这对于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的玩家来说，无异于是雪上加霜。不过为了改变这个状况，有一个国产厂商他就做得不错，并且在近日推出了一款备受关注的 PC 游戏掌机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随时随地玩 3A 的愿景，而这就是来自1号本的 One X Player 掌机。至于它将拥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是值得玩家们关注的，下面就跟着超级哥的步伐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早在今年年初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了一款基于 AMD 平台的 PC 掌机 Aya Neo， 但由于此时的英特尔并没有推出掌机的打算，所以对大部分的爱粉来说确实有点遗憾。但伴随着11代酷睿的正式发售，英特尔觉得自己又可以了，所以联合1号本推出了这款拥有超强性能的 One X Player 掌机。具体来看，在包装方面 ，One X Player 掌机拥有着极简的设计理念，橙色的 logo 搭配着黑色的面板，凸显着风格的独树一帜。而打开包装之后，映入眼帘的仅仅是掌机主体和65瓦的快速充电器，并且用它来给手机充电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作为本次评测的重点，掌机本身肯定是重中之重。首先是在主体外观方面，黑色的机身搭配着暖色系的橙色装饰点缀，主体材质主要采用了亲肤系的磨砂质感，即便是处在长时间的持握下，也不易留下指纹和汗渍。对了，敏感肌也适用哦。而作为首个基于英特尔平台的掌机 ，One X Player 掌机当然搭载了英特尔最新的第11代酷睿 Tiger Lake U 系处理器。尽管11代酷睿桌面端牙膏倒吸，但其移动端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。而本次超级课所拿到的版本，就是其中最为亮眼的 i7-1165G7 处理器，其为4核8线程设计，热频高达 4.7 赫兹，3G 缓存为12兆。最高拥有96个 EU 执行单元，同时其搭载的 GPU 架构为锐炬核显，性能可与 MX 450、GTX 950等独显媲美，所以让玩家们在运行大型游戏的复杂场景时，也能够体验到流畅不卡顿的快感。其次，在内存方面 ，One X Player 掌机搭载了 LPDDR4X 双通道内存，频率为4266兆赫兹，不仅可为玩家带来更快的应用调取和缓存的速度，而且也能保证后台多开程序的自由，无需担心掌机会因为运行内存而导致性能限制。与此同时，配合512G 的超速 SSD 固态硬盘，也让大容量和高速读取变得如鱼得水。同时 ，One X Player 掌机还搭载了一块8.4英寸的 2.5K 全高清 IPS 屏，而这个屏幕也算得上是目前 PC 掌机市场上能够见到的最大尺寸。如果要与 6.2 英寸的 Switch 相比较的话 ，One X Player 的屏幕至少会大上一圈。除此之外，这块屏幕的实际分辨率为2560×1600，画面比例为16:10，还拥有着100%的 sRGB 色域以及178度的广视角，让其无论是在色彩表现力还是画面细腻程度上，都有着极为优秀的表现，也非常适合看网课或者查资料什么的。而且广视角的设计也可为处在更多场景的玩家，无论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躺着，都能够提供超宽广的视野以及更加沉浸的游戏体验。但如果要与 Aya Neo 以及 Switch 相比较的话，无论是在尺寸还是屏幕素质上 ，One X Player 掌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毕竟只要肯堆料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然而这还并不算完，其实这块屏幕还支持10点触控以及4096G 压感圆笔记手写，结合多种人机交互方式，提供给玩家更多的选择。比如在触控游戏、画图等场景中，通过直接触控或者是使用手写笔的方式，不仅增加了趣味性，也让操作变得更加便捷。什么？你不信？那你伸出手指按一按这个大拇手指就知道了。而在屏幕的左右下角就是2个立体扬声器了，无论是玩游戏还是放音乐，都有着更保真的音质以及更浑厚的低音效果。听觉体验确实还不错。那么聊完了整机配置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。作为可媲美笔记本电脑的移动掌机 ，One X Player 掌机当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首先在接口方面，机身顶部配备了一个 USB 3.0、一个3.5毫米耳机孔和2个 USB 4.0 Type-C 接口。如果你是硬核游戏玩家，那么可以利用它来连接扩展坞等外设，进一步提升游戏体验。而如果你是出差旅行的话，那么也可以用来外接显示器。无论是应急办公还是观看电影，都非常的适合。而为了保证续航能力 ，One X Player 掌机配备了一块容量高达153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而在配合65瓦氮化镓快速充电器的情况下，可以打消玩家的续航焦虑，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畅玩不断电的愿景。如果对比此前的 Aya Neo 掌机来说，其续航能力几乎是2倍，玩上几个小时的生化危机8绝对不在话下。
当然，有了这些的加持，1号掌机与轻薄2字就有些距离了。其机身整体尺寸为288毫米、130毫米、21.25毫米，重量为819克，拿在手上稍微有些成熟，差不多相当于2个Switch的重量了。但是不用担心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，One X Player 掌机在机身背面设置了一个隐藏式的支架，只要将其打开即可释放你的双手。与此同时，在散热系统方面 ，One X Player 掌机也进行了全面升级，其中双纯铜真通液态导热管、双纯铜散热鳍片等多维散热结构，打造了可智能调速的散热系统。所以让整机拥有着强劲的散热能力，而且内置的每分钟6500转的高效能涡轮增压微型散热风扇，也在提高散热效率的同时，真正起到了给核心降温的作用，保证机器时刻流畅不卡顿。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 ，One X Player 掌机还在电源键上集成了指纹识别功能，让玩家不用输入繁琐的密码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系统，既便捷又安全。最后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游戏掌机 ，One X Player 掌机在手柄按键上也是下足了功夫。具体来看，机身集成了类 Xbox 游戏手柄，可根据用户操作习惯自行设计键位布局，而熟悉的十字键与左右摇杆也无需适应，即使是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。至于 ABXY 键的布局结构也符合人体工学设计，按键大小和高度都恰到好处。除此之外，其还带有2个完整的线性扳机。搭配点触式 0.25 毫米键程的微动肩键，特别是在游玩 FPS 游戏以及赛车游戏时，快速灵敏的扳机反馈绝对是你得力的助手。而且2颗 ALPS 高性能360度摇杆，平稳顺滑的力度搭配恰到好处的阻尼感，也让手柄得到了大幅提升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掌机究竟拥有怎样的性能表现吧。具体来看，在娱乐大师中 ，One X Player 掌机得到了26万分的总分。而在 3D Mark 的 TimeSpy 测试中 ，i7-1165G7 处理器的 Xe 核显最终成绩为1413分，这已经相当于 GTX 1050 Max Q 显卡的水准了，超玩主流的 3A 基本不在话下。另外，考虑到 One X Player 掌机在散热方面的堆料也是丝毫不吝啬，为此我们也进行了为期2小时的实际游玩。具体来看，在温室为25度左右的环境下，2小时的游玩，其 CPU 核心温度也控制在了75度左右。同时，掌机拿在手里也并未感到温度有明显的增加，而这样的表现甚至比某些台式 PC 还好。不得不说，这套多维散热结构模组确实用得值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One X Player 掌机在实际游戏中的性能表现。使用在鬼泣5的默认特效下，帧数能够达到60帧左右，而在生化危机8默认特效中也能够稳定在40帧上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通过实际游玩不同种类的游戏，也对 One X Player 的手柄进行了测试。首先是赛车类游戏《地平线4》中，手柄的线性扳机恰到好处，每一次踩动油门的震感反馈都非常细腻，而且在进行弯道超车和漂移时，手柄对画面的实时反馈更没有任何拖泥带水，场景感十足。而在游玩格斗类游戏街霸时，经过专属设计的左右摇杆不仅小巧，而且灵敏度极高，触发组合记起来简直是畅快无比，这对于小白玩家而言绝对是福音。最后还是做个总结 ，One X Player 掌机作为最新面世的 PC 游戏掌机，其在屏幕素质、散热系统以及手柄按键等地方的堆料，可以说比大多数的竞品都要好上不少。而经过长达1周的使用情况来看，在便携性以及可玩性的尺度把握上 ，One X Player 掌机依旧做得恰到好处。同时，手柄的摇杆和按键交互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了游戏场景，无论是按键连招还是扳机震动反馈，都与原生体验没什么两样。看来在厕所畅玩3A 大作的梦想，这下总算是实现了。当然，在厕所你还可以用它干点别的事情啊。不过由于其本质上还是一台电脑，所以在外接了显示器以及键盘后，它就可以秒变成迷你主机，以此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应急文档。而这样的属性也非常适合那些出门在外的游戏党。但大家可别忘了，作为掌机的 One X Player， 它所赋予的使命可不仅仅如此。比如3A 游戏的移动化、原生手柄和交互以及办公便携性等等，而这些放在目前这个移动设备占优的大环境下，绝对算是独一无二的。毕竟游戏自由的梦想是每个玩家都想拥有的。但如果你是对帧数和画面敏感的玩家，就不用来凑这个热闹了。毕竟它的定位是专门为特殊玩家准备的快乐玩具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如果你对 Win10平台的 PC 掌机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关注一下1号版的这款 One X Player 掌机。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疫情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，记得关注超级课。我是 K 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